乘風2026總決賽收官，最終成團的12人名單裡，孫怡在列。但翻完他這一季的經歷，成團這2個字背後藏着這季節目裡密度最高的一連串爭議：電音風波，一場離奇的淘汰規則，3公全場喊黑幕，還有一個被做成表情包的白眼。先說背景，孫怡1993年出生在吉林吉安，2013年以演員身份出道，代表作有15年等待候鳥、因為遇見你、人生若如初相見、量生、我們可不可以不憂傷、平歡愛，拿過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女演員。她是這一季少數幾位有扎實演員資歷但唱跳基本零基礎的嘉賓之一。初舞台，孫怡一身粉色抹胸短裙亮相，造型話題度很高，但同一場直播，她演唱 YYY， 被網友指出電音音量明顯高於本人真實聲音，跟江雨晨、范瑋琪等全開麥真唱的嘉賓形成對比。節目組主打的無修音直播承諾，因為這次爭議受到不少質疑。孫怡工作室4月5日發長文回應，稱電音是節目組統一技術安排，所有藝人都有電音。但這個說法很快被眼尖網友指出和事實矛盾，因為同場確實有嘉賓是全開麥真唱的。回應被解讀為甩鍋式回應，孫怡滾出成風，一度衝上熱搜前3。這場爭議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，節目組始終沒有公開電音使用的具體標準，孫怡這邊也沒有進一步回應，爭議就這樣不了了之，但給他整季蒙上了第一層陰影。一公，孫怡選擇全開麥真唱，帶隊演唱遺憾，團隊總分845分，贏了對手看親子團的822分。但賽制規定，團隊比分不算數，還要看隊長1v1對決。孫怡在這一環節以423票輸給看親子的468票，觸發了敗隊需要從贏的團隊內部淘汰一人的規則。這個規則本身的邏輯就讓很多觀眾看不懂，團隊贏了反而要從贏的隊伍裡淘汰人。更讓人意外的操作是，節目組要求情緒已經崩潰的孫怡自己上台宣讀淘汰名单，最終出局的是同隊的趙子琪。鏡頭記錄下孫怡對着直播鏡頭翻了一個白眼，這個畫面後來被反覆轉發，做成表情包，被解讀為他翻的不是鏡頭，是這套規則。當時台下的王蒙也甩開了旁邊人的手，沒有鼓掌，這個反應同樣被截圖傳播。發布會上，孫怡戴着黑眼罩出席，因為賽前已有的麥粒腫更倜儻是被氣腫，當場宣布自己以後不再當隊長。這場風波讓節目組的賽制設計第一次大規模被推上討論中心。如果說1公是賽制爭議，3公就是評分爭議。孫怡團帶來全開麥唱跳曲目《花蝴蝶》，舞台完成度獲得不少觀眾認可，只有一處小幅忘詞。對手蕭強團的麥浪側重視覺布景，最終評分，孫怡團833分，蕭強團845分，12分之差，孫怡團落敗。分數公布的瞬間，現場觀眾直接喊起了黑幕，網友後來還指出，幾組團隊的分數排列疑似呈等差數列，被認為有人工控分的痕跡。孫怡當場表情失控，錯愕和無語都寫在臉上，台下與同樣被質疑打分偏低的曾沛慈相擁安慰，這一幕被叫做苦難姐妹花。節目組對黑幕的指控到現在都沒有正面回應。經歷了1公、3公連續的低分和爭議，5公成了一個轉折點。孫怡團評1987我不知會遇見你，拿到862分，是他本季第一次突破850分。他和隊友何宣琳看到分數後同步愣住，表情管理完全失手，因為此前2人多次得分偏低，長期處於淘汰邊緣，對這個分數完全沒有心理準備。這一幕被網友形容為高分直接砸懵2位姐姐，是這一季裡少有的孫怡輿論完全正面的時刻。節目期間還有一段插曲，5月底浪姐宿舍甲醛上了熱搜，孫怡和曾沛慈、阚清子、謝楠、范瑋琪等同住一棟宿舍的幾位姐姐，短期內相繼出現咽喉灼痛、嗓音嘶啞、反复流鼻血等症狀，被部分醫學博主指出和甲醛短期暴露的反應高度吻合。節目組方面，截至目前沒有公布第三方檢測報告，也沒有就此做出正式說明。
這件事不完全是孫怡個人的爭議，但他是當事人之一。今晚的總決賽最終成團的12人名單：曾沛慈、張越、王蒙、李小冉、孫怡、唐藝昕、蕭薔、李心潔、葉一茜、范瑋琪、徐潔兒、安琪。孫怡在列。總決賽現場，他也是第一個衝過去抱住沒能成团的陳瑤的人。把孫怡這一整季捋下來，能看出一個相對清晰的脈絡。他經歷的爭議大多不是針對他個人能力或態度，而是集中在賽制設計本身、隊長連坐淘汰、評分透明度、電音標準這幾件事。孫怡某種程度上成了觀眾情緒的一個出口。黑幕退錢這類質疑，很大一部分是衝着節目組，而不是衝着他。但同時，他身上確實也有一條扎實的成長線。從初舞台的電音爭議，到一公全開麥真唱，自爆大白嗓逆襲出清透音色，再到5公的862分，這條線和爭議線是並行存在的，最終也支撐他順利走到了成團這一步。總決賽成團，孫怡這一季留下的不只是一個結果，還有節目賽制本身被推上台面討論的一連串問題。這些問題，節目組至今沒有給出正式回應。至於孫怡自己，這趟乘風之旅之後，大概還是會回到他更熟悉的演員身份上。